掌柜的，你这包间名字都是什么意思？客官，这每个包间的名字都是一句诗，每句诗都包含一道菜。咱们今天第一天试营业，如果能猜中对应的菜品啊，小店的这道菜可以免费送与各位品尝。这活动有意思。2个黄鹂鸣翠柳，依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是不是炖的2只黄鹂鸟，或者是红烧？口成才，你一天天的是不是光长岁数不长脑子？诗句中都带了黄鹂鸟，那怎么可能是黄鹂鸟？是头猪都能猜出来。是小王爷教训的是，我就这随口一说。难道是鸡？不对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客官们如果猜不中，对这个没信心，可以换一个别的诗句。算了，不用猜了，直接点菜吧。这2句诗中的2道菜都给我们点上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菜。大哥客气啊，欢迎大哥光临红浪漫，我是88号技师，竭诚为您服务。红浪漫是什么？88号技师又是什么？红浪漫就是我们饭馆的别称，我的工号就是88号。以后大哥来咱们红浪漫吃饭，直接说点88号技师，那就是点我的台。掌柜的，你们这里的菜做的真不错，比王府的厨子做的还要好。晚上还卖西食吗？多谢客官夸奖，咱们哪能跟王府比啊？晚上有西食，跟中午的都不大相同。客官下了学以后只管来就是。好，那我晚上还来尝一尝，到底跟中午的饭菜有什么不同？这鸟儿我能晚上来的时候再还回来吗？出台可以，1个时辰4两银子，我晚上亥时下班，不接受加班。好，小夏付银子，你跟我走，多余的钱不用找了，就当是赏你的。几位客官，这是本店新出的甜品，叫做冰凉粉，吃起来冰冰凉凉，甜丝丝，特别的消暑，送给各位客官们尝个鲜。这东西啊，做起来极为复杂，数量不多，也只给贵客们品尝。哟，远看我还以为是哪来的猪头呢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武安侯世子啊！这都有10多天了吧？这脸上的伤还没好，就出来招摇过市，世子就不怕老伤未去，又添新伤吗？啊！死娘炮，关你什么事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谁不练点拳脚功夫，强身健体，受点伤很正常。谁跟你个娘炮似的，磕一下碰一下都能哭哭唧唧半天。我这不过才是离开几天的功夫，就发生了这么大事儿，到底是何方高人能把陈世子打成这副模样？我真想拜见拜见，不知陈世子可否代为引荐啊？三小王爷，您什么时候能打得过在下？我再为您引荐不迟。小子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？跟谁聊呢？以后跟我大哥说话客气点，不然抽你丫的！88号技师，你赶紧回来。陈世子以后对我说话还是客气些，连鸟都看不下去了。可是你这教养差到何种程度？哪里飞来的野鸟，这么野性难驯？三小王爷还是小心点好，被这畜生伤了你那张如花似玉的脸，可就不好了。陈建成，你给我放下！你今天要是敢伤了88号，我就废了你这只手。嘿，儿子，就凭你那3两下子，还想打爷爷我？真是老太婆擦胭脂，长得不美，想的还挺美。谁敢偷袭我？打你还用偷袭吗？你还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？我告诉你别太嚣张了，一个人总有阴沟翻船的时候。这个小白脸啊，别看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下手那是真的狠。那日在学堂的竹林里，几个人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就因为他们欺负元庆，他看着不爽。你这话说的还真对，非常有道理。那我原封不动的还给陈世子，希望你可别有一个人走的时候，到时候阴沟翻船，可就不美了。在下萧泽安，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李承锦对于这个凑上来长得跟个瓷娃娃似的男人并不感兴趣，他又不搞基，可身后自家娘子却对他疯狂使眼色，然后又指了指乌鸦哥，还有他手中那2锭大银元宝子。他看懂了他家小娘子这意思，这人呢出手阔绰，是个财神爷，可不能轻易得罪了。啊，萧兄客气了，在下李承锦，不嫌弃的话，一起坐下喝杯茶吧。既然李兄盛情邀请，那我就确实不恭了。掌柜的，来一壶刚才我们喝的那个酸梅汤也。李兄，这家饭馆今天刚开张，这儿的饭菜可好吃了，还有这酸梅汤，酸酸甜甜，也非常消暑。多谢萧兄弟夸奖，这饭馆就是我家的，你要是喜欢，以后可以常来。那好啊，以后我天天来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乌鸦哥都能开口说话了。你们几个谁能开口说话？没有一只会说话的，还是原来的叫声。于翠欢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是一想也在情理之中。乌鸦哥不一样，活了几千年的老妖怪，这几只鸟就不一样了。除了黄毛还算聪明点，其他几个也都是喝了灵泉水以后，这智商才慢慢高了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以后每只鸟都给我喝够8大杯的灵泉水，喝不够的都不许睡觉啊！你们争取早日跟乌鸦哥一样，能够开口说话，也能够接客挣银子。接客，这感觉弄得他好像老鸨子一样。不是接客啊，是竭诚服务客户。行啊，都散了吧，散会，该干嘛干嘛去。
少主，鸭哥天天教我们唱曲，放心吧，我们争取早日能说话，跟鸭哥一样能接客。啥接客啊？咱们家有服务客户。这话说的，弄得他们饭馆子跟啥不正经场合一样。他都教你们唱啥了？我先来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。我也会唱，少主，你听我的。近来这冬天修为天大地陷紫金锤，紫电这玄真火焰。哎，少主，他们俩唱的这些都是难登大雅之堂，我找鸭哥学了高雅的。你怎么就不能明白，我对你情深似海，除了你我谁都不爱，今生爱是不分开。你可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再唱就把我送走了。于翠欢想出去看看乌鸦哥还在不在，好好几只鸟，这都教的啥玩意儿？其实原本今天是第一天试营业，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。他让公爹和二叔几个人提了饭盒，站在嵩山书院的门口。哎，老伯，你们食盒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香啊？回各位公子的话，我们是前面街上新开的食为天饭馆的人，过来是送饭的。这些菜都是我们店里正在卖的红烧肉、土豆炖鸡、毛血旺，不光味道好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如果公子们感兴趣，现在就可以到店里去尝尝。几十种好吃的荤菜素菜都用小炉子煨着呢，喜欢哪个就挑哪个，方便又快捷，而且价格还实惠。哎，走，我们也过去看看，这饭菜味道太香了，经常吃那几家天天去，我都吃腻了，正好咱们换个口味。嵩山书院里面好多学子也已经按捺不住，只等放学了就赶紧跑去食为天饭馆。简直有辱斯文！课堂之上是用来学习知识的，居然偷吃食物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尊师重道之心啊？夫子，息怒，来了这么久，不想着一门心思读书，只放在口腹之欲上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温夫子息怒，学生不是有意在课堂上进食，而是我有一隐疾，只要腹中感到饥饿，就会心头发慌，手脚抖动，整个人也不受控制，所以这才忍不住吃了几口东西。这病是魏大夫亲口诊断的，句句属实，还望夫子原谅。算了，既是有隐疾，就应当备下一些没有味道的吃食。你这样在上课期间吃这种味道大的东西，着实是不雅。下次注意，万不可再犯了。是，谨遵夫子教诲。你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闻起来味道怪怪香香的。回温夫子，这东西叫锅巴，是用小米和玉米制作的，上面撒了秘制的调料，是书院外那条街上一家新开的名为食为天的饭馆售卖的。今天是他们第一天试营业，好多咱们书院的学生都去吃饭了。他们家的饭味道可香了，菜样也新，还有许多新奇的吃食，比如皮蛋、锅巴、秘制麻花，还有那个冰冰凉凉的、甜甜的冰凉粉，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。这不就是前阵子那小神医送给他的吃食吗？看来他要开的饭馆居然开张了，真是不够意思，也不知道喊他过去。自从吃了小神医做的点心啊，还有那甜口咸口的凉粉，别说小孙子了，他这2天一直都在想，味道是真不错。那家做的东西味道确实不错，特别是那冰凉粉儿，冰冰凉凉又开胃，乃是消暑圣品啊。温夫子所言极是，那食为天饭馆晚上还卖稀食，听说卖的好多东西也是从未见过的新奇样式。这个创新就很好嘛。这人不管是做什么事儿，亦或者是做吃食，就要勇于创新，创新才有新出路啊。不知道是该叫您老温夫子还是齐夫子？叫什么都行，一个代号而已。当时你说你相公是冲着我的名头而来，我就算说出来，也怕你们不信，说我冒充，故而用了假姓名。是，温夫子考虑的比较周全，还请温夫子和师母恕罪。今天本是试营业，想要看看生意能否能做，只等几天，正式开业了再请您2位光临。无妨，咱们不拘于这种礼节。我今天也是偶然听学生们提起你家饭馆开业了，这才过来看看。我既然为你相公的夫子，咱们以后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既然夫子这么说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今天下午刚研制了一个新式点心，夫子尝尝看味道如何。老温呐，怪不得一下学就跑得这么快，感情是过来吃独食来了。韩夫子您来了，大驾光临，可真是蓬荜生辉。既然来了，不若跟温夫子一起上楼去尝尝我们这小饭馆的家常便饭如何？如此好事，
甚好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公子。唉，都多大的姑娘了，怎么这么毛毛躁躁的？这要是磕坏了哪里，可如何是好？我的娇娇，女儿你没事吧？娘，三哥，我没事儿，多亏这位公子出手相救。区区小事，不值一提。多谢公子相救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在下谢占北，嵩山书院学子。占北，舅舅，你既是一个人来的，不如就跟我们一起吧。是舅舅。程姐，大家今天相遇都是缘分。占北恰巧帮了你妹妹，你们2个又是同窗，以后倒是可以好好交流交流。谨遵韩夫子教诲，以后还请占北兄多多指教。程锦兄客气了，仅仅入学10几天，第1次测试就勇夺丁班前10，才高8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占北兄客气了。子曰：“3人行必有我师焉。”以后彼此互相学习。晚上准备的吃食照样还是卖得干干净净。放在以前呢，那真是想都不敢想，咱们家能开这么大的饭馆子，还是在县城里这么好的位置，每天有这么多的读书人、同生、秀才老爷过来吃饭，简直跟做梦似的。是啊，大哥，想当年你我兄弟2人年轻的时候挑着担子，在镇上县城卖炒货，那时候想着自家能开个小饭馆，在镇上那都是了不起的，那都是大掌柜了。没成想现在居然能在县城开如此之大的酒楼，做梦都不敢想。以后咱们劳力家可再也不是泥腿子了，咱们现在好好干，努力干，争取挣下家业，让儿孙后代以后也能当地主。来，大哥，亲家公，周兄弟，吴师傅，咱们喝一个。别说他们高兴了，在座的哪一位又能不高兴呢？就连孩子们也高兴。以前天天喝粥吃野菜窝窝头，现在顿顿白米白面，还有鱼有肉有蛋。几个孩子肉眼可见的长了肉，皮肤也水灵了，看起来跟以前那可是天差地别了。这一个饭馆算什么啊？只要咱们肯努力，以后开客栈，开比这个还要大还要高端的酒楼，咱们去府城开去。咱们饭馆子能如此生意兴隆，离不开各位每一个人的努力，场面话也就不多说了。我敬大家一杯。三弟妹，要不是你，咱们这一大家子哪能过得上如此好的日子？天天吃的比地主家还好，能有穿不完的新衣服，还不带补丁。堂嫂说的对，以前这种日子想都不敢想。大家的努力我也都看在眼里。咱们这饭馆后面那块树林，占地够大，地方也不错。穿过树林就是钱楼村，过了那个村子就是松阳县的县城区。我已经托了陈夫人的关系，让她帮我把那片地给买了下来，无论多少银子。等买下来以后，就把那片树林的树给砍了修平整，咱们就在那里建房子。咱们人多，干脆呢就每家一户大院子，直接建成2排。有了地有了房子啊，咱们也算是真正在这边安家落户。到时候房子盖好，每家都去官府办理户籍、地契、房契。大家放心，这建房子和买地的银子都由我来出，算作是你们辛辛苦苦在这饭馆干活的分红，到时候工钱还会照给。侄媳妇儿，哪能占你这么大的便宜？你帮着操持地就够不容易了，到时候我们都有工钱，用自己的银子盖房子，不能什么银子都让你出。是啊，外甥媳妇儿，你能带着我们逃荒，又给我们弄下这么好的活计，住这么好的地方，天天吃香喝辣，哪能占便宜没个够呢？哎呀，欢欢呀，要说起来，我们家更不能占你这个便宜。你给我们全家人都发工钱，已经给不少了。我知道大家的想法，既然说出来了，我可就不许你们拒绝。只要咱们饭馆子的生意够好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别想着跟我客气啊！大家要想着怎么好好干，把咱们饭馆的生意干得红火些，这些银子不就出来了吗？次日天刚亮，于兄弟，我回来了！吓我的一跳跳，跑那么快做什么？小心门牙给你摔掉喽！死鬼，看什么看？这才几天就不认识了？哼，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乌鸦哥，你居然会说话？不是说只有八哥鹦鹉才会说话吗？你不是乌鸦吗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于兄弟，你养的这只乌鸦成精了，它居然会说话呀！我不光会说话，还会唱曲儿呢。哥哥，你不是个人呐！你丢下妹子好狠的心，再苦再累也不嫌你穷。于公子养的鸟哪能跟一般的鸟一样，会说话不挺正常的？我倒是觉得挺好玩的。再说了，于公子养的大老虎还听话呢，这算啥？哼，还是秋香妹子会说话。这一路赶来累了吧？正好厨房还有早上蒸好的大包子，要不要吃点？要，我要多吃几个。为了赶紧回来，我跟秋香昨晚趁着夜色赶的路，一早才来到这里。皇兄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他们家在东州府的生意比较多，一时间忙不过来，估计也不会来了。
天哪，谁能想到那个黄礼来头真是不简单。如果他猜想不错，黄礼应该是真正的八王爷。天哪，他们一路上居然跟真正的八王爷同行，而且一想到于兄弟一路上居然还冒充人家，还伪造了那么一个炸裂的令牌，他都替他尴尬。算了，还是别告诉他了，吓到他也不好。黄礼注定跟他们只是这么一点缘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交集。各位客官，里边请，欢迎光临，祝各位用餐愉快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来，里边走里边看，站得远看不见。本饭馆物美价廉，菜品丰富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你这黑鸟好生聪明，你要能说一句公子恭喜发财，我就把这颗金瓜子赏给你。祝公子恭喜发财，荣华富贵，前程似锦，妻妾成群，儿孙满堂。还有没有哪位大哥打赏的？没有金瓜子、金叶子、金锭子、银锭子都行啊，来者不拒。有没有？有的话往前走。来，大家都给我榜一大哥让个路。谁愿意听吉祥话的，往前走，往前站。祝大哥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争富争财争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生富生财生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钱有势有前程。这一场下来，旁边的鸟笼子里积攒了不少金瓜子、金叶子、碎银子，可谓是赚发了，每天都能收到不少的打赏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灵泉水和乌鸦哥的刺激下，黄毛、红毛、绿毛、蓝毛、小翠桐几个也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可是几只鸟会的词儿呢有限，也只会祝大哥恭喜发财、欢迎欢迎、客官里面请等这几个简单的词语。不过这也足够了，最起码能轮流在门口招揽客人。食为天饭馆一下子成了整个松阳县的热门话题，生意火爆。你现在是2个人，适当的多吃一点没关系的，注重运动，不要过量的进补，凉的寒性大也少吃，其他没事的。多谢于公子，像您这样体贴的男人可不多，大部分的男人都会觉得女人伺候他们天经地义，又有哪个男人会如此体贴女人？谁要是嫁给你啊，当真是好福气。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难道就没怀疑我是一个女人？于公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男人都有喉结，我可没有，现在信了吧？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，你长得太好看，太秀气。可后来一想，长得白净、身形纤瘦的男人不是没有，而且我还发现你跟李公子，你们2人对视的眼神也不同寻常。不过咱们这楚国南风之事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现在看来，你跟李公子果真是一对儿。我们2个已经成婚数月，做男装打扮不过是为了方便一些。害得我刚才还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如此体贴，怪让人尴尬的。以后啊，就不用有这些顾虑了。还要麻烦陈夫人你帮我找一些人，把后面树林子里的树都给刨了，地面整理干净，工钱不是问题。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陈夫人，喊我阿月，我叫你欢欢，这样显得亲近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就交给我，不出1个月，保证都给你办好。好，我也觉得这称呼起来太过客气。2人正相谈甚欢，忽听楼下有摔盘子的声音。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，这菜里面居然有死老鼠，这怎么给人吃啊？简直是黑店，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哪里来的泼皮无赖，敢来我们家里找事儿？你这栽赃陷害的手段未免也太拙劣了一些。那么大一只老鼠，如果出现在菜中，我们又岂会看不见？而且煮熟的老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，你这明显就是故意放进去的。靠，你们这就是黑店，菜里有死老鼠还不让说了？大家都看看呀，他们这是准备打人呢！大家以后都别来这里用饭了。在座的不用惊慌，本店生意想必大家也都能看到，太好了，招惹人嫉妒，栽赃陷害也是避免不了的。今日让大家受了惊，所有消费我来买单，劳烦请大家也正好与我见证一下。2位，这陷害的手段未免也有些太拙劣了吧？如果真是菜中的死老鼠，经过蒸煮，哪能如此完整？居然还是生的？切，你说生的就是生的呀！我们在你饭馆消费，吃出死老鼠，这是事实，不容你狡辩。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不然我们就砸了你这店，不能让你这黑店如此猖狂。说得好，如果真是从我们饭馆这菜中吃出的死老鼠，别说你砸我的店，我自己都能动手砸了。可如若是有人栽赃陷害蓄意而为之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大家不妨过来看一看，这道菜是红烧肉，每次都要炖上大约1个时辰才会出锅。如果这锅中真有死老鼠，炖上1个时辰，绝对不会是如此模样。而且你们看，这老鼠的口中还有鲜血，经过1个多时辰的大火熬煮，难道只有这老鼠没有煮熟，还有它口中的鲜血没凝固？很明显，这老鼠就是他们为了栽赃陷害带进来的。各位客官评评理啊，
看看我说的对不对？谁要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啊？哪有什么鲜血？在你们饭馆吃出老鼠就是事实，别想着糊弄过去。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啊！怎么还想要毁灭证据不成？这会儿让你们两个在这儿上蹿下跳，真是给你们脸了。大哥，把他们两个绑了，现在就去报官。等官府的人来了，自有定夺。我也是为了防止他们二人串供，现在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嘴给堵起来，等官府来人一审便知。立马就有人叫好。能来食为天饭馆吃饭的，大部分都是回头客，饭馆内的卫生他们都看在眼里，非常干净。感谢各位客官这么的信任小店，既然说了这顿饭不要银子，那一定是不能收的。有一点恳求各位客官，等会儿官府的人来了，能给我们做个见证，实话实说咱们店里的情况。我本来以为这事儿还要闹上一会儿，没想到这掌柜的看着年纪不大，解决事情却是老练。能在这地方开这么大的饭馆，而且短短时间内就声名鹊起，掌柜的自然不是一般人。只不过我看这事没这么轻易能解决。能来他这饭馆闹事儿的必然有所图，肯定是他的饭馆生意太好了，影响到了别人。这两人敢如此大摇大摆的找上门找事，那肯定是有所倚仗，就要看这倚仗是谁了。这里的茶味道可真不错。不管是什么依仗，你作为这松阳县的青天大老爷，不应该锄强扶弱，以示公正吗？话是这样说，可也要看给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刚才有人报官说这里有人闹事儿，是哪个？大人，是小人报的官，小人乃是这饭馆的掌柜，这二人心怀不轨，蓄意闹事，说是在饭菜中吃出死老鼠，不由分说就开始砸店。如果这老鼠真是从我们饭馆菜中吃出来的，那打砸我的店我认了，也无可厚非啊。可这老鼠分明就是他们私自携带，吃完又扔入盘中，故意找事，栽赃陷害，还请大人为小民做主。哼，你这掌柜的好生霸道，直接就把人捆了。这案子是你来断还是我来断？把人都给我松开！贾捕头救命啊！这饭馆简直就是黑店呀！从他们这饭菜里吃出来老鼠，还不让说，还诬陷是我们带来的，生来就是一顿毒打，还绑了我兄弟二人，求贾捕头为我们伸冤呐！物证在哪里？端过来我看看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这老鼠就在菜中，你们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来人，将他们这饭馆给我封了，贴上封条，什么时候查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慢着，大人，您不觉得您这判断有失偏颇吗？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，明明是这二人使的坏，大人您不问清楚缘由，怎可这么武断？一群刁民，都给我闭嘴！是本捕头判案，还是你们判？再胡言乱语，一个个的都给我抓起来！好大的威风！你一个小小的捕头，居然敢徇私舞弊！这二人一见面就喊你贾捕头，不知这二人如何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放肆！你一个刁民，居然敢质疑本捕头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带上镣铐，关进牢房，饭馆也封了，让他知道什么是王法。于遂欢直接把来人，他抄起手中的板凳，就朝着贾捕头砸了过去，一板凳就把人砸得七荤八素，反手夺过他腰间的佩刀，直接横在他脖子上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放心，这掌柜的人不大，脾气可不小啊。好身手。本来以为会是个为民做主的，没想到是个狼狈为奸的。不知这二人孝敬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如此黑心，不问青红皂白。大胆！你居然敢对本捕头动手，袭击朝廷人员，罪加一等！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什么时候让你说话你再张口？不让说就老老实实给我闭上嘴。掌柜的，你可不要冲动杀人，杀人犯法要坐牢的。有什么好好说，咱们都相信你是清白的。就是啊，掌柜的，您可别冲动啊，他只是一个捕头，上面还有县太爷呢。这要是真杀了他，您这辈子可就毁了。各位客官，对不住了。下回我再请各位好好用餐，今日就请各位先散了去，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。大哥，帮我把客官们都送走。说说吧，贾捕头，你跟这二人是什么关系？为何要栽赃陷害我们饭馆？本捕头不认识他们，就是秉公办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，早点说实话也好过受一些皮肉之苦。我这个人疯起来自己都怕，这刀应该还挺快的啊，砍你这脖子绰绰有余吧。既然贾捕头不肯说，那就从你们两个开始啊！我问一句，你们答一句，说错一句话，那就砍一个指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什么优点，就有一点，说到做到。救命啊！你们真是都有思想！叫什么叫？我的手下手可没个轻重，就你这脖子，不用5成力就能把它拧断。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少在这里跟我废话连篇。大哥，你去拿笔墨，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下来。好。我问你，你们两个是谁派来的？为什么要来我店中捣乱？
别看我的手，我说，是韩员外派我们2个过来的。你们饭馆子的生意太好了，他在嵩山书院内的食堂生意本来还可以的，现在一天压根就没见几个人，而且生意一天还比一天差，肉菜粮食一天都要扔了不少。你们把他生意搞没了，他就给了我们2人10两银子，让我们2人过来捣乱，把你们生意搞黄。事后还有10两银子。做生意各凭本事，他自己做的不好吃还能怪别人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属实不光彩。这么说，贾捕头，您这边也受了不少的好处吧？把2人问回来我店里栽赃陷害，又是受了何人之事？你又收了多少贿赂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都给我写清楚，然后签字画押。就算是我们签字画押了，你又能拿我们怎么办？让你照实说了你就说，再敢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让你的脖子跟头分家。你这大小也是个官，不想着为民做主，竟干这种勾当，不如把你和这份供词挂在门口那棵大树上，让这来往的人都看看松阳县的总捕头到底是个什么德行。你不能这么干，就算我有错，你也没有权利动用私刑。你这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民不与官斗？我是官，你是民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？他是不能拿你们怎么办？那我呢？贾捕头大人，于大人救命啊！我是被冤枉的，他这是绑架朝廷命官。哼，贾捕头，这话还是留在公堂上说吧。本大人的眼睛还没瞎，耳朵也不聋。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绑好了，回去本官要亲自审问。小民多谢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，还我们饭馆一个清白。您真是爱民如子的青天大老爷在世，改天我一定要做上一副牌匾，送去衙门以表心意。于翠欢本来还想最后实在不行啊，就拿出他那块假令牌糊弄人，毕竟这玩意儿见过的不多。谁成想县太爷微服私访，正好就在他饭馆之内，倒是省去了不少事儿。今日这事儿我看就算是本官不在，掌柜的自己也能把事情办理妥当。那是因为小民知道咱们县的县太爷是个青天大老爷，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，只要我把这些人证物证都呈上，县老爷也一定能够还小民一个清白，所以才有了这般底气。要还你清白这事可不容易啊！掌柜的想必刚才也听到了，想找你麻烦的可是韩县城的亲弟弟韩员外。你这生意太好了，影响到了别人，这件事情只有2个结果，就看掌柜的要走哪条路了。小民做生意，店内生意好，那是凭借自己本事，如果是光明正大的竞争，我自是欢迎；如果只知道使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我不介意100倍奉还。正所谓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们自己的品行不端正，是该要为自己做下的孽事承担后果。掌柜的，这话说得好，确实应该让这些人为自己做下的事情承担后果。嵩山书院本就是官学，饭堂每年县里还有不少补贴。韩县城利用职权之便把这差事交给自家弟弟，却不好好用心做，只把心思放在陷害别人身上。倒是掌柜的，不光菜做得好，生意更是好。既然这嵩山书院的学子这么喜欢你们家的饭菜，这承接嵩山书院食堂这活计，你是否感兴趣呢？一切听从县令大人的安排。谁？是谁？居然敢在本少爷的饭馆子里闹事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不用惊慌，事情都已经解决了。于兄弟，你没事吧？谁这么不长眼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难道是这捕头仗势欺人，吃饭不给钱还打砸饭馆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饭馆可是本公子照的，你一个小小的捕头也敢来这里闹事？哎，宋兄弟别打了，我已经打过了。我告诉你，于兄弟别害怕，别说一个小小的捕头了，就算是县太爷来了，只要是他是个不讲理的，咱们也照打不误。他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，又是读书人，喊打喊杀有辱斯文。哼，我表哥现任猛虎营的营长，就驻扎在松阳县北城郊区，还要好几天才走呢。我前2天来的时候，就是同他一起来的。这猛虎营可是直接归属于王爷管辖，咱们上面有人，谁敢找事儿，不服就干。于兄弟，这令牌你拿着，看以后谁还敢闹事儿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拿着吧，我有。你那牌子还是能不拿出来就不拿，太贵重了，容易吓到人。你就用我这个就好，绰绰有余。他一想起来那个令人炸裂的龙令牌，就觉得一阵后怕。这要是被谁看出破绽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也不知道于兄弟哪里来的自信，他还有这话换他是说不出口。他最好是能把那玩意儿放到压箱底里，再也不要拿出来，不，还是毁了吧。宋兄弟如此好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
是他格局小了，怪不得一个个底气这么大呢，原来是尚书令家的公子。听刚才他说话那意思，这掌柜的身份来头更大，因为他手里还有一枚令牌，好像比这个还要好使。那岂不是说……不敢想，往下真是不敢想。看来今天这次出门真是出对了，只要跟这二位结交上关系，有这么大的助力，不愁他在松阳县干不出业绩。嵩山书院食堂说什么呀，也让他们接下来，就当是个敲门砖，以后也好更好的往下面接触，不是？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县的钦天大老爷于大人。这伙子人找事的时候，于大人恰巧微服私访，在咱们饭馆用饭。放心吧，今天这事啊，于大人肯定会秉公办理，还给咱们一个清白。学生李承锦见过于大人。学生宋如风见过于大人。两位想必都是嵩山书院的学子吧？果真是一表人才。过阵子就是咱们松阳县1年1度的月圆诗会，到时候我让人送请帖过来，二位到时候一定要参加。多谢于大人好意，学生自当从命。那本官就先走了，到时候需要掌柜的到公堂作证，还望不要推辞。钦天大老爷放心，需要小民的时候随传随到。没事吧？以后遇到什么事记得切莫冲动，有什么事先派人告知我。一点小事也没什么，咱们开饭馆的，经历这种事情都是很正常的。你们两个饿不饿？要不要再吃点？那个什么月圆诗会是什么东西啊？于兄弟，你这可是问对人了。这月圆诗会可是流传了100多年的盛会，到时候附近几个府城所有有名望的才子家人都会来参加。嵩山书院也很重视这活动，每年都会挑出几10个顶尖的学子前去。虽说是以文会友，可是有比赛的地方哪里会没有竞争啊？谁还不想拔个头筹啊？能在月圆诗会上出名，不光能得到不少奖励，还能有机会得到各位大人的赏识，就算是科举之路不太顺畅，也能谋个官职。这月圆诗会一般都是在中秋节前举行，到时候整个松阳县张灯结彩，沿街的商家也会推出各种活动来吸引人，其中有猜灯谜、投壶、射箭、对对子、打油诗，反正是各种比赛，赢了的也会有礼品拿。很多大的商家给出的彩头也非常不错。总之啊，这个月圆诗会算是中秋节前最大的一个活动了。你这是有啥事儿直说呗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想请乌鸦哥帮个忙。说吧，想让我干啥？礼尚往来，既然韩员外这么喜欢在别人菜里放老鼠，咱们又怎么能不回敬？最好是老鼠、蝎子、蜈蚣、蛇虫多一些，多多益善，才显得我们心诚。李兄说的对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给他食堂最好丢上几窝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随着学子们到饭堂用餐，有人在菜里发现土鳖虫，有人发现蜈蚣，老鼠更是猖狂，满屋子乱窜。厨房内几10只麻雀正在尽情的拉屎，锅碗瓢盆、灶台上、地上、门窗上全是各种颜色的鸟屎，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韩员外又被群情激愤的学子痛打了一顿，于洪深直接把人送进大牢，还没用刑就全招了，包括这些年他怎么中饱私囊、亲哥贪污受贿，一股脑儿全都说了出来。有了亲弟弟的证词，韩县城连夜被人从家里抓走，送进了大牢。怎么，娘子看到我回来都高兴傻了呀？怎么这么晚回来了？明天是休沐日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欢欢，这次月考我考了丙班前3，得了10两银子的奖励，虽然不多，可我还是想给你买一份中秋礼物，聊表心意。好大的本钱啊！礼物不在贵重，有心意就好。那我也要送你一份中秋礼物。明天整个书院休沐，来吃饭的人肯定会少一些，我同你一起去逛街吧。我们来了松阳县这么久，还没有好好的逛逛街呢。我也正好有这个意思，这不是中秋节快到了吗？我想看看市面上卖的月饼都是哪些。月饼不就是那种里面有核桃、花生、冰糖之类的吗？还能有哪些？最近几天没有我陪着，你一个人睡可会害怕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啥可怕的？最近我感觉我的力量又大了，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娘子的本领我自是知道的，今天于大人跟你提起嵩山书院食堂这个生意，娘子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，毕竟里面的学子众多，只要把味道做好了就能挣钱，也没有许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现在能科举，将来一定是要做官的，到时候不管去哪里上任，我们总要把家里这些人安顿好。松阳县这个地方就挺不错的啊，我们置办下产业，有了挣钱的营生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不容易的休息一天，当然是去约会了。哎，年轻真是好呀，可怜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一把年纪了，身旁连个知冷知热的鸟都没有。
当初咱们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现在有男人了，我还孤家寡人一个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干爹那么多下属，你难道还没有一直看上的？你最近不是天天晚上跟着他们一起去山中寻找猎物，难道也没碰上个对眼的？我咋就这么不信呢？你可以侮辱我这只鸟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鸟格。我向来洁身自好，有机会做那种负心之鸟。乌鸦哥，门口那里好像有只小白鸟找你呢。哦，那个，你们俩赶紧去吧，好不容易约会一次，我还要教黄毛他们唱歌呢。乌鸦哥就迫不及待地飞了出去，四下寻找小白鸟的踪迹。乌鸦哥这才反应过来，上当了。李承前那小子真是太贼了，大意了，就知道那小子鸡贼，不知道这么鸡贼。哼，来日方长。客官想要些什么？你们这儿可有月饼？月饼自是有的，刚出炉的5仁月饼，小的100文一个，大的200文一个，还挺贵的。小二哥，刚才那姑娘买的月饼多少钱一块？那可是定制的红豆沙和绿豆沙月饼，一块就要400文钱，没现货，最少10块起订。这个怎么卖的？这糕点可不能用手摸，摸脏了我还怎么卖啊？这桂花糕要50文钱一块，你要几块？把这些全部都给我包起来，我都要了。我这就给您都包起来。你等等啊，这个桂花糕你可不能用手摸啊，你用手摸脏了我还怎么吃？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听说还是稻香斋的糕点好吃，我们好像走错地方了。相公，我们走。呸，两个穷鬼，一看也买不起什么贵的糕点，装什么呢？说不定两个人浑身上下也只有5两银子。这位小姐公子想吃些什么？今天看看，咱们店里有新酿制的桂花蜜，还有白糖糯米糕、马蹄酥、开口笑，又甜又软。姑娘，你们这儿可有月饼？有的，咱们这里有5仁月饼、红豆沙月饼、绿豆沙月饼，还有今年我娘新研制出的一款枣泥馅月饼，那馅料甜甜软软的，可好吃了。这些月饼都是怎么卖的？5仁月饼，小的100文，大的200文；绿豆沙、红豆沙、枣泥馅的月饼，小的是300文一个，大一些的是400文一个。不过咱们店里买上任意4块月饼的话，能再送1块白糖糯米糕，这桂花糕也可以。只要是价位同等的糕点，您随便挑1块都可以，想要哪个我都能给您拿。那就这4种口味的月饼，每一种都给我拿1块，还有你们店里的所有糕点一样1个，用油纸打包好，我要带走。好嘞，小姐，您稍等片刻，我这就给您包。小姐，这桂花糕里的桂花都是我亲自淘洗晾晒的，特别干净，做出来的桂花糕又香又甜，您尝尝味道。下次来我再送您白糖糯米糕，你也正好换个口味。胖阳，你们的房子找到没有啊？再有1个月，咱们这房租就到期了。这1个月我也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才给你们延期的，你们可要尽快找房子，赶紧搬呐！我这还等着用这房子呢。多谢乔叔，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，又给我们多宽限了1个月。你也知道，我爹才刚刚去了半年，只留下我跟哥哥，还有我娘，靠着这间糕点铺子讨生活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找地方，按照规定的时间内搬出去，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。胖丫呀，不是乔叔不帮你们的，我也是有我的难处呀。你看，如果咱们成了一家人，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？你娘要是嫁与我，这铺子不就是咱们家的吗？你也好好劝劝你娘，进了乔家门，你跟你哥我一定会视如己出，把你们当亲生孩子看待。多谢乔叔好意，我爹才刚走不到半年，我娘没想过要嫁人。您还是赶紧找城东头的媒婆去，让他们给您找个合适的。你这小孩子家的，哪能做得了你娘的主啊？你爹都死了大半年了，说不定你娘觉得日子苦闷，寂寞难耐，孤苦无依，想要再嫁一家呢。你们这做孩子的不能太自私，也要为你们娘想一想啊。算了，有许多事儿跟你们这些小孩子也说不明白。你娘是不是在后面忙着呢？我过去亲自同她说，这铺子还租不租？我都说了我娘不愿意，你怎么就听不懂？等铺子房租到期，我们自然会搬出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于穗欢算是看明白了，刚才那喝得醉醺醺的胖男人啊，原来是趁着人家男人死了，只剩下孤儿寡母，想要吃绝户强来。只是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年轻寡妇，怎是他的对手？遇到这种事呢，真是一点都忍不了。你这老登脸皮也忒厚了啊！我表姨都说了要为我表姨夫守孝，你还如此的不要脸皮，硬是来骚扰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报官，把你给抓起来？我怎么不知慧娘还有亲戚啊？你们2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你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今天刚来走亲戚不行吗？我劝你识相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2个无知小孩，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为了娶惠娘，我才懒得跟你们多用这1个月的房子呢。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里，如果惠娘不答应嫁给我，你们今天就立马搬走，1个时辰都不会让你们多留。一个石子儿弹射在他的嘴上，不仅门牙掉了一颗，嘴唇子还立马肿了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！你个癞蛤蟆，真是痴心妄想！我们就是搬走，也不会让我娘嫁给你。你把剩余的租金退给我们，我们现在就搬。你现在赶紧从这里给我滚出去，我们会搬的。这是你们5日前交的房租，我现在就退给你们。限你们今晚子时之前把东西通通都搬走，过了子时搬不走的，那东西就是我的了，你们一样也别想带走。滚，快滚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怎么着，你还想杀人不成？你要是敢伤了我，我就送你去见官，到时候你这1双儿女更是没人管，儿子也别想考科举，想用这个吓唬我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我再给你1次机会，好好想一想，嫁给我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有数不清的良田，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是我的，嫁给我，你直接就能当夫人，还有丫鬟伺候，哪里用得着这么苦哈哈的在这里每天烟熏火燎的做这些破饼子？滚！我让你现在就滚！既然当初签订了合同契约，房东单方面毁约，是不是要有补偿给租户？胖丫，你们家可有契书拿来我看看。我爹说这个就是当初签的租赁房契，姐，您看看是不是？这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店铺10年之内都优先考虑租给陈尚。如果是房主单方面要毁约不租给陈尚的话，就要赔偿陈尚20两银子。既然你想赶走这孤儿寡母，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赔偿的20两银子给了？不然我们就到公堂去说个清楚。这契约是我爹那个老糊涂当初定下的，现在他人已经死了，你们要想找人对质，那就下地府去找他吧。这铺子现在是我的，反正我是不会承认的。你这双眼睛这么喜欢看，不如好好看一看，是地结实还是你的脑袋结实？别摔晕了，多晦气！老实待着，不然这斧头下一次说不定就插你头上去。我要告你们，你们等着蹲大牢吧！这话你不如留在公堂上说。听说新来的县太爷可是个清官，最讨厌你这种以权势逼人还想要赖账的无良乡绅。正想着抓几个典型的杀鸡儆猴，说不定你正好撞在枪口上送上门，抓你当典型。哎呀，到时候你这些产业全部充公了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你别想吓唬我，你打了我，我的家丁都看见了。看到了能怎么样？这赔偿的银子你要是不给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搬走。反正有期数在，看到时候谁的损失更大。不就是20两银子吗？我给你们，子时之前搬不完这里的所有东西，你们一件也别想带走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现在他们人多，他人少，打不过。20两银子先给他们，他要回去集结人马，非要给他们这2小崽子一点颜色看看。惠娘他娶定了，不管怎样，他看上的还是要乖乖的嫁进他们乔家。他就不信了，这突然来探亲的2人还能护着他们一辈子不成？这2个人呢，他也不会放过。胖丫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都是娘没用啊！夫人，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，你们店里这么多东西，至少要赶紧搬走的，时间不多了。胖丫，这2位是？娘，这位姐姐和这个哥哥都是好人，他们本来是在店中买糕点，看到姓乔的那难人欺辱我们母女，这才留下来帮忙，是我们的恩人。多谢2位恩人，今天要不是你们，我们母女2个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请受惠娘一拜。夫人你太客气了，遇到这种事情谁都会出手相助的。不知道你们可有落脚的地方？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地方，可以先找牙行，随便找个院子先租下来，安顿好以后再慢慢寻找合适的铺面。这糕点铺子终归还是要开下去。娘，那我们要不要派人去通知哥哥？万一他回来找不到我们，会着急的。胖丫不急啊，我现在就去牙行，让人帮着找一处落脚的院子。等安顿好，咱们再一起去嵩山书院，告诉你哥哥搬家了，让他不必担心。到时候再给他送点吃的。夫人，你家儿子是在嵩山书院读书吗？是的，我儿子学习一直刻苦，前年他夫子亲自举荐进去的，不求他能高中，只要能考个秀才，以后就算是教书什么的，也能够养家糊口，我也就能放心了。
那可真的是太巧了。我夫君也在嵩山书院读书，你儿子叫什么？到时候我们把消息带过去给他就成，你们就不用跑一趟了。正好我有朋友在这县城有铺子，还能帮你们问一问，看看这附近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铺子出租，你们到时候直接搬过去，离得近了也不影响生意。于穗欢这么做呢，其实是有想法的，他也想做糕点这个生意，可奈何有用的人手不够，而且做糕点这个需要老手，这样上手快。这母女两个一个会做，一个会卖，是很好的合作对象。他让李成锦直接去了陈素月那里，让他多带一些人过来。你派人过来就行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呢？哎呀，左右也没事儿。听到你要帮朋友搬家，我也凑个热闹。正好我在附近也有个铺子，前2天空下来还没有租出去，你看看你朋友可看得上？多大的院子？离这儿远吗？租金是多少？就前面2条街，一拐弯的陈记粮铺旁边。那铺子比这里要大上不少，后面的院子也宽敞，还有水井马厩，一应俱全。租金就按市场价来。放心吧，绝对会比别人家的要便宜。就冲咱俩这关系，我还能跟你要贵了不成？我对你啊，自然是放心。夫人，不知你可对那院子满意？满意的话，不如现在就搬过去。愿意，自然是愿意的。2位恩人如此帮忙，这情谊我们母女记心里。夫人不必谢我，我跟欢欢那可是老交情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搬吧。正好，我让人已经把那铺子前几天就打扫干净了。人多力量大，那么多的马车，又有那么多的人，大家七手八脚的，不一会儿，铺子里的东西就搬走了大半。再有一趟呢，也就差不多了。乔百强带着一群人，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。乔百强，你这是要做甚？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搬走，你带这么多人过来是要干嘛？谁知道你们搬家的时候会不会把我铺子里原本的东西搬走？我要看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一遍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租房子的时候本就是空房子，里面空无一物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又怎会有你们家的东西？我还能把门窗拆了不成？给我查，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我们乔家的东西。一群人跟土匪似的围上前来，把马车上的东西都粗暴的扯了下来，叮叮当当的摔坏了很多，满目狼藉。哎，左右是些不值钱的，摔了正好是赔了银子，还能换新的，何乐不为呢？老爷，你看，这里面有金镯子，还有金钗，上面刻着乔家的标记，肯定是他们偷的。你们这是栽赃陷害！这铺子租给我们5、6年了，从我们挪进去的那天，里面就是空的。再说了，你家怎么可能把金首饰放铺子里？哼，你休想狡辩！偷到这么贵重的金首饰，我要拉你们去见官。来人，把他们4个给我绑起来！大家伙都来看看，这乔家父子跟流氓强盗又有何区别？当街就敢抢人东西，说是自家的，这还有没有王法？有没有天理了？哼，你们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真要把你们送进大牢，非要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，我劝惠娘你还是乖乖从了我。你要是肯嫁给我，我一定既往不咎。你们打我这件事，我也可以大方的宽恕你们。呸！你想得美！想要我嫁给你，这辈子都不可能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敢打我爹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啊！杀人了！大姐杀人了！这还有没有王法？哎，这乔家向来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鱼肉乡里。今天更是登街诬陷卖糕点的惠娘子一家偷盗东西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乔员外跟县城大人听说那是有远亲的，向来横行霸道，咱们老百姓又能怎么样？都给本官住手！何人在此闹事？求大人做主，这里有人栽赃陷害，强抢民女不成，还要杀人，大人快为我们做主！只觉得眼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再看到站在一旁的李成锦，这才想起来，这姑娘居然跟石为天掌柜有8、9分相似，莫不是亲生兄妹？县太爷，你可不要听这小丫头片子胡说呀！分明是他们偷了我家的金钗和金镯子，还把我打成这副模样，我才是受害者呀！分明是你强词夺理，这金镯子金钗长得都差不多，你说是你家就是你家的了，这围观的众人可都看着呢，哪里容得下你狡辩？他上前夺过金镯子和金钗的同时，双手用力把上面印有印记的地方直接就给捏平了，然后把2件东西递给了于洪深。既然你说这金镯子和金钗是你们家的，这上面可有什么证据证明？有的，这金镯子和金钗上面都有乔家的印记，是我在张记银楼专门打造的，我们家打造的上面都刻有乔家2字，银楼的掌柜可以作证。大胆刁民，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，这上面什么都没有，你居然敢信口雌黄，当本官是傻的不成？是你这个小贱人搞的鬼！
大人救命啊！当着您的面他都想要打人，简直是没把您这个县太爷放在眼里。快把这胖子给抬走！来人，来人，把他们统统给我抓起来！本官也不冤枉你们，这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人证，你们谁愿意上前说说，从头到尾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些痛恨乔百强横行霸道、被他欺压过的人，立马就站了出来。县太爷，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说呀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就是被他们2个人给打的。你瞎说！刚才明明是你自己从轿子上滚落下来，才穿成这副模样，这街上的人都看到了，你还想栽赃陷害不成？你们统统都该死！放开我！我要让我爹杀了你们！你爹杀过人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爹可厉害了，我家农庄地里埋了好几个人呢，都是我爹杀的，你们快放开我！乔百强直接气晕了过去，当初真不应该想要儿子而留下这个傻子，他完了。随着乔家众人被抓，咱们县的县令于大人，那可真是青天大老爷在世，专门为民为主，不畏惧强权，是咱们松阳县的福气。改天我们一定要写一封万民书献予于大人，来表达咱们对于大人的敬爱之情。紧接着人群中响起附和声，到最后大家齐声高呼青天大老爷，场面那叫一个壮观。2位姑娘如此仗义相助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2位姑娘姓什么。我姓于名穗欢，如果夫人不嫌弃，我尊称您一声惠姨吧。我姓陈，名素月，旁边的陈记粮铺就是我娘家产业。今天能遇到2位，是我们母女2个遇到贵人了，这么大的门面是真好。可惜我一个小妇人实在是撑不起来。惠姨，我这个人性子直，也就直说了。其实看到你跟胖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们2个秉性纯善，所以才出手帮助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们家以前祖上乃是宫中御厨做糕点的，我也想要开个铺子，可奈何人力有限。如若你们不嫌弃的话，不如我们合作。我手中的方子都是宫廷中传下来的，只要你们答应，我可以无偿的都教会你们。不知道于姑娘想要跟我们怎样合作？这铺子的租金啊，还有里面要添置的东西，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来出银子，你们2位只管出人，咱们到时候3七分账。您放心，虽然你们占3成，可我保证你们这3成每个月挣的银子，绝对是你们以前开铺子每个月能挣的银子的10倍，也许不止啊。我这位闺中好友啊，可是来宝杂货铺的当家主母，尤家的杂货铺子以及商队在整个东州府都特别的出名。咱们做的糕点不只能在小小的松阳县售卖，你们如果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去做上几样糕点，明天拿过来你们尝尝，咱们明天再做打算。哎，欢欢，你医术了得，我还以为你祖上是大夫呢，没想到是御厨，你还能做得一手好糕点。这么说，你饭馆内的那些糕点都是你做的？也不全是，我把方子交给他们啊，都是我那些嫂子们在做。这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？月饼可是畅销品，所以就想着做一些我们家祖传秘方做出来的月饼。我家祖传的月饼不光精致好看，味道也好，到时候肯定好卖。别看你岁数不大，脑瓜子是真好使。这月饼在别人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利润，那是因为咱们县城没有高档的月饼。听说府城或者京城之内有那些用珍贵材料做下的昂贵月饼，一盒就要10几两甚至几10两银子，达官贵人多喜欢送礼用。倘若能做出这种月饼打开销路，想必是个非常赚钱的营生。还是阿月你见多识广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月饼太过于单调，不外乎五仁、红豆、绿豆、枣泥，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种口味的，就连月饼的皮呢都可以多种多样，酥皮的、软皮的、透明的，还可以做成白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红色，上面可以带着多种花纹，还有字，做出来的不光漂亮，还好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别说了，再说下去我又要饿了。你说的这些个花样月饼，你什么时候做？到时候记得多送我一些，我现在就馋得紧。月饼虽然好吃，这东西啊油糖太高，你吃多了不好。不过每天少吃一点还是可以的。今晚回去我就先做一些，明天让人给你送过去，先尝尝，解解你的馋。那行，我可记在心里了啊。明天等不到你的月饼，我可要上门去讨要。你做这么多的花样月饼，可有什么需要的？前阵子家里的商队去西边采货，遇到了狱族人，买了不少些干果子。他们的干果子又大又好吃，还特别香甜，说是吃这东西对身体有好处。管事的为了讨好我，才买了不少。等下我让兰心给你也装上些。那好，我正需要这些东西啊。明天你让人送货的时候，记得给我送一些糯米粉、胡麻油、上好的黑糖、白糖。有咸鸭蛋的话呢，再弄一些咸鸭蛋，还有豌豆、新鲜的牛乳、蜂蜜、老南瓜，那种又糯又甜的。好，你需要的我都记下了，明天一早就让人给你送过去。
于洪深的府上。听景之一席话，真是让我茅塞顿开。你说的确实不错，嵩山书院作为松阳县甚至东州府最为出名的书院，确实为此地带来了不少好处。我在此处想要做一番漂亮的政绩，特别是在嵩山书院上面做文章，确实不是易事。于大人谬赞了，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既然在嵩山书院之上没有什么发展空间，就应该利用起来发展别的。如果只从考科举命中人数提升上做文章，确实难。就算是考上的人再多，这政绩对于于大人来说微乎其微，因为人们会认为嵩山书院作为4大书院之一，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说得太对了，于大人倒是不如借着这嵩山书院的名头，多搞一些别的书院，比如多弄几个公办学堂，不光可以学习认字，还可以学习技术手艺。第一种就是启蒙书院，只要孩子满6岁就能上学启蒙，可以分为2种不同的上学制度，一种为专门考科举的孩子制定，而另一种就只为了识字算术，以后上完学可以当账房管事之类。虽说科举重要，可最后能考上的少之又少，识文断字会算术，这种需求量也很大，专门开设一个这样的书院，想必也能吸引不少人。其次还可以开设一个手艺学院，分为男学院、女学院2种。什么？女学院？景致，这恐怕不好弄吧？富贵人家的小姐不会抛头露面，家中自有女夫子，穷人家的男孩子还没有机会上学识字，又怎么会让家中女孩子来呢？大人理解错了，这种学院当然也会教认识一些简单的字，最重要的还是学习技术。男人可以学习篾匠、制伞、制墨、酿酒等等手艺，女孩子们学习各种女工、织布、养蚕、染布、刺绣、女衣、厨娘等等。有手艺就能挣银子，会有人愿意把家中女孩送来学习。咱们松阳县的蚕丝和平绣也颇为出名，如果能建立这样的学院，让那些女子都能统一学习，挑一些有天赋出挑的，把这些发扬光大，做得有声有色，于大人何愁没有政绩？况且这样才能突出大人与历届的县令有所不同。一个县城想要发展起来，需要各方面都稳定发展，单靠一样不足成事。二人在书房谈了整整2个多时辰。大哥，大哥你怎么了？可别吓我呀！你可别出事啊！你要是出了事，我们饭馆可说不清了。于翠欢赶紧冲了过去，这一把脉给他吓了一跳，居然有中毒的迹象。从空间内取了一杯灵泉水，快，赶紧把这杯水喝了。多谢掌柜的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恐怕就糟了。掌柜的，你还会看病吗？略通一二，小王爷，你这是中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中的这种可是慢性毒，有人长年累月在慢慢给你投毒，可跟我们饭馆没一点关系啊。我知道跟饭馆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最近几年时不时就会腹痛，一开始只是偶尔会疼几下，慢慢的越来越痛，而且发作的时候也会越来越频繁。今天不知怎么了，会突然那么疼，我才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难道说从前几年开始就有人给我下毒了？不过你不用怕，现在没事了。掌柜的，不知道这毒是不是想要我的性命呢？要你的性命现在还不至于，这种毒药最大的作用是你长期使用会伤及根本，使你无法再有子嗣后代，慢慢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弱，这样下去肯定是活不了太大岁数啊。你身为小王爷，你们家兄弟子侄众多，可王位只有一个，这其中的弯弯绕绕自然是不言而喻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是遇到了我会想办法帮你解的。不过用到解毒的药材十分珍贵，制作复杂，我要准备一番。明天吧，明天你过来，我给你熬上一副汤药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可是你自己以后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再中毒了。以前遇到的那些人都是因为他的身份巴结他恭维他，可这个掌柜的呢，给他的感觉不同。他当时那么着急，满脸急切的第一个就冲到他的身边给他号脉，那个焦急的样子他到现在还清晰的印在脑海中，久久挥之不去。掌柜的，这块玉是我母妃求法华寺大师开过光的，说是能保人平安，我时常带在身上，但是我今天想把它送给你，一是想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我想跟你交个朋友。我怎么能够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呢？从你来饭馆里吃饭那天起，咱们不就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是朋友，朋友之间互相送礼物很正常。我想把这块玉送给你，以此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情谊。你这块玉佩价值连城，按理说我不应该收的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们就应该抛开它本身的价值，只算情谊，情谊啊是无价的。那我就收下了，以后一定时常带着。明天我亲手做一个药囊，你以后带在身上。这药囊呀，不仅是有提神醒脑的作用，经常闻的话还可以解毒。其中要用到一味非常珍贵的药，那是我祖传下来的，本就不多，用一点少一点。但是你我兄弟情谊，岂能用这种东西价值衡量？你可不许推辞啊！他心里那个感动啊，家人们谁懂啊？他的那些兄弟们个个见了面就跟豆眼鸡似的，恨不得800个心眼子置对方于险地。
更恨不得掐死对方，好少一个竞争对手。他哪里感受过如此真挚的兄弟情谊？如若不是身份在那儿摆着，他都要以为这位才是他的亲兄弟。萧子安的想法思路是没错的，只不过两人不是亲兄弟，而是亲姐弟罢了。掌柜的，你人真好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你又救我的性命，咱们这也算是莫大的缘分。我想与你结为异姓兄弟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怎么，掌柜的，你不愿意吗？没有不愿意，只是感觉到太意外了。说真的，我对萧兄弟你啊也是一见如故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之情。可是你身份尊贵，我实在觉得高攀不起。可你刚才还说不看身份，莫不是骗我的？根本不是真心的。当然是真心，既然你提出来，我也不是那种矫情之人。咱们今日就结拜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我余欢与萧子安二人今日结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同进退，共生死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我萧泽安与余欢兄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共进退，同生死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欢哥，安迪，表弟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你可要吓死我了，我这腿到现在都是软的，直打哆嗦。没事，幸亏这掌柜的会医术，他今日救我一命，这恩情我记在心里。表哥，以后你们见他如同见我，都给我客气点。要是让我知道谁敢在这饭馆闹事，或者对掌柜的不敬，别怪我扒了他的皮。那当然了，既是表弟你的救命恩人，那就是我万江鹤的救命恩人。多谢掌柜的对我表弟救命之恩，改天我们必定奉上大礼，以示感激之情。不用了，安迪已经给过了我献礼，以后啊，他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啥？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？对，欢哥说的没错，我们两个已经结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八拜之交。欢哥还要为我亲手制造一个非常珍贵的药囊，以后我就不佩戴这些乱七八糟的玉佩，只佩戴药囊就行，以显示我们兄弟二人情深。两位夫子还未用饭吧？正好我亲手做了水煎包、油饼，还有胡辣汤，你们快来尝尝。胡辣汤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还从未听说过。温夫子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上研制的一个汤，用羊骨头、羊肉熬汤，熬上几个小时，然后把煮好的羊肉切片，熬好的羊汤打底，放木耳、黄花菜，自己做的面筋，加入胡椒和各种香料做成的调料，这汤就算是做成了。这汤原本是冬天喝最好，暖身子，不过夏天食用也不错啊，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。哦，听你这么说，这汤还挺好喝，那我可要好好尝尝呀。这汤闻着有一股辛辣的味道。确实很不错，好喝。吃饱喝足，二人擦了擦嘴，开始进入正题。小神医啊，我跟韩院长此次前来是有件事情要与你商量。哎呀，温夫子您太客气了，不必一口一个小神医叫着。我相公是您的弟子，按照辈分来说我是晚辈，您叫我一声欢欢即可。好好好，欢欢呀，咱们嵩山书院的食堂前天出了点事儿，也不知道程景有没有告诉你。原来承包食堂的那个人简直是丧尽天良，已经被县令大人抓了起来。咱们这书院食堂是由公家出银子，每个月都有大量银子的补贴，主要是现在食堂无人做饭，还没有人接手。我们跟县令大人商量过后，一致觉得你这饭馆干净，做的饭菜味道也好，书院大部分学子都愿意来你这里吃，可见你做的饭菜是受欢迎的。我们决定让你去接下书院食堂这个工作。其实这也算是个稳当差事，书院里面学子加上夫子足足上千人之多，而且人数稳定，你要能接手下来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对呀，温副院长说的对，我们都一致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，所以我们两个才厚着脸皮过来同你说。既然二位夫子如此看重我，我自然也愿意应下这份差事。如果以后有哪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，还望二位夫子多多指点。既然欢欢答应了，那咱们就快快提上日程。明天学子们就又要返回书院继续读书了，你赶紧组织下人手看看，明天中午咱书院食堂那边能不能正常供应吃食。您放心，那边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添置了，基本上都是新的。有什么缺少的，或者是哪里不满意，你一会儿去看看，可以马上改。食堂那边还有不少人手，平时用作打杂、洗菜、摘菜，你只管派了能做吃食的人去做就可以了。至于怎么分配干活，你说了算。那些人若是勤快的，你可以留下；那些个别不满意的，直接让人打发了再找新的。这些一应都由你做主。
二位父子放心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保证明天中午啊，绝对不会耽误大家用饭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的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谢公子是要用饭吗？这个时间西食还未开始呢。哦，我不是来吃西食的，只是想来看看还有没有蜂蜜小面包。蜂蜜小面包这个时候肯定没了，不过我三嫂新做了不少月饼，跟平时卖的不一样，特别好吃。我去拿几个给你尝尝。蜂蜜小面包你还是明天来吧，我给你留着。外面很热吗？娇娇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？二嫂，外面是挺热的。昨天三嫂做的月饼还有吗？那天救我的谢公子想要买蜂蜜小面包，我说没有了，想拿几个月饼给他尝尝。是救你的那个谢公子吗？上次咱们家还没好好谢谢人家呢。月饼有，我给你包几个去啊。月饼好像没多少了，你先拿这几个让谢公子尝尝。明天啊，蜂蜜小面包多做一些，给人家多留点，要不然人家说咱们不知礼数，救了你，咱们也没啥表示。那我先去了，大嫂。这娇娇是怎么了？你看那脸红的。这还用说吗？咱们娇娇啊，要说起来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那谢公子长得人高马大又壮实，上次还出手救了娇娇，说不定他这心里呀有想法也是正常的。那谢公子啊是好，长得高高壮壮，那一身的腱子肉看着就结实，可比以前那个不是人的玩意儿强多了。只是这谢公子穿着不凡，还是个读书人，以后肯定是要考科举的。咱们家娇娇虽说是黄花大闺女，可到底是嫁过人的，就怕人家看不上，到时候空欢喜一场。嗨，这事儿还早呢，以后啊看怎么个情况。如若两人都对彼此有意思，那有啥不成的？咱们家老三脑袋瓜子顶顶聪明，说不定以后也能高中，到时候平步青云，封侯拜相，咱家娇娇那也是家中嫡女，老三的亲妹妹，这身份上不就没啥差距了？如若是人家对咱们没意思，那往后的自是不必说。对，大嫂，你说的也是，以后咱们家老三只要高中，娇娇的身份也不差什么。这月饼我们家还没开始卖，是我三嫂做着让大家先吃的，你尝尝，好吃了以后你多买点。好，一定多买，多谢娇娇姑娘，明天我早早过来，告辞。公子你回来了，书院的食堂说是明天才开放，咱们今晚要出去吃了。哎，不如咱们去十维天吧，那里的饭菜可真好吃，特别是那个肉末茄子拌上米饭，我一个人能吃2大碗呢。好，那就去十维天吃西食吧。公子，咱们不是去十维天吃饭吗？你抱着个西瓜做什么？带你去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开口，这带着的是西瓜，是要送人家姑娘的礼物。这西瓜也是甜的，送你。多谢谢公子。不用客气，我一开始还怕你不喜欢，原来你也喜欢吃西瓜。西瓜挺好吃的。公子，你也赶紧吃啊，这些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一直往后院那边看啥呢？人家姑娘早就走了。你休要胡言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热，有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。欢欢姐，你来啦！胖丫不用客气，快过来看看我做的月饼。月饼也太漂亮了吧，这颜色一看就好吃。欢欢姐，你是怎么做的？这每个月饼做的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先尝尝味道，过会儿呢我再告诉你秘诀。这每个月饼的口味都不同，五仁、绿豆、红豆、枣泥，你们都吃过。我这儿还有花生碎、白芝麻、黑芝麻、南瓜馅的，你们可以尝一尝这几个新鲜的馅儿。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南瓜做成的月饼居然如此好吃？欢欢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欢欢，你昨天的提议我们都答应了，以后铺子该怎么发展怎么做，你只管吩咐就成。会议严重了，我只是沾了祖上的功劳，这些都是他们耗了一辈子的心血才总结出来的，我只不过呢是正好继承，什么吩咐不吩咐的，咱们是合作，有什么事呢自然是要商量着来。我这2天比较忙，等得了空闲就过来教你做这月饼，回头我让人盯这些柜台架子，赶紧把铺子布置好。这些日子你带着胖丫正好也休息一下，过2天忙起来可能就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了。你放心吧，这店铺的招牌还继续用稻香斋的，到时候肯定让稻香斋的名字开到府城，甚至开遍整个北地。这么好吃肯定能，我相信欢欢姐。三哥三嫂吃西瓜。娇娇，你这西瓜是哪里来的？还挺甜的。今天月姐给的西瓜不是花皮的，这个西瓜怎么是黑皮的呢？下午谢公子来买蜂蜜小面包，店里没有了，我就给他拿了几块月饼。
他晚上过来用饭的时候送来一个西瓜，我不要，他非要留下。人家那是礼尚往来嘛。这些公子是个知礼的，只不过是几块月饼，人家就送了这么大的西瓜。明天他来买蜂蜜小面包的时候，记得再送他一些南瓜饼、小麻花锅巴，咱们也得回礼呀。我知道了，三嫂，那我去洗碗了。相公，刚才娇娇的反应你也看到了，她对那个谢占北好像是有几分意思。我对他了解不多，他爹听说以前是个四品的武将，母亲是韩立院长族亲的女子，只是他亲娘早逝，家中继母做主。自从前2年他爹死后，阴封下来的官职也给了他的继弟，后来他便跟着韩院长来到这嵩山书院读书。他这种家世未必能看得上娇娇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如果他看不上娇娇的话，又怎么会收下娇娇送给他的月饼，转而没一会儿又眼巴巴的送过来一个西瓜？虽然这男人送女人西瓜，这情商看起来不是很高，但是他绝对对小妹也有意思。他出身官宦世家不假，可爹娘都死了，官职什么也都是他继母和弟弟的，现在跟他1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他现在跟你一样，只是一个在嵩山书院读书的学子罢了。等你以后考举人、考秀才，这娇娇的身份不就起来了吗？柔柔他对娇娇也有意思，那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。再说了，他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呢。等我明日回了书院，再细细打听一下这谢占北的底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次日，嵩山书院食堂那里今天是第一天开火。松儿，哥哥，娘，浩牙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跟欢欢姐一起进来的，你们书院的食堂就是她承包的。多谢。不用客气，我跟你娘合作开点心铺子，以后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下了学你只管往食堂来吃饭就行，千万不要客气。我们2个已经把那边的铺子前后后都打扫干净，反正在铺子里闲着也是闲着。欢欢你这么忙，以后我们2个每天来这里给你学糕点，也省得你来回跑。那就辛苦慧姨跟胖牙你们2个了，不过这边热闹，来这边学也行，大家还能一起交流经验。欢欢姐，你糕点做得好，这菜做得更好，都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来夸你才是。以后有时间经常过来吃我做的饭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夸奖。下午，于翠欢在厨房忙活了整整大半天，李成锦突然过来找他，让他准备几道壮阳滋补的菜品。这才几天，相公，你不会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吧？我什么能力，娘子不是最清楚吗？还是每次娘子的求饶只是为了增添情绪？怪为夫当了真。看来最近几日娘子还是体会的不到位，是我的不是。明天起我就每晚回去，定让娘子满意。没有，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，怎么还生气了呢？那你让我做这些壮阳滋补的菜品是要给谁吃的？自然是要给谢占北吃呀。我跟他的房间差没多远，最近有意跟他搭话，关系也近了不少。让你做的那些大补之物也是试探，如若是太虚的人吃了，只会有一点燥热罢了。身强体壮的，估计反应会更大。在他跟娇娇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之前，我不得试探试探他到底正不正常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做，放心吧。汤中呢，我还会加一些滋补的中药，绝对的是大补。外边已经黑透，谢兄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人家为什么睡不着？还不是因为他们夫妻2个给人家吃了那么多的大补之物，本就是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又给吃了那么多，能睡得着才怪呢。也不知怎么了，只觉得心绪不宁，睡不着，所以在这院子中活动下筋骨，可是吵闹到李兄了啊？这倒没有，我也是觉得睡不着，所以出来跟谢兄切磋切磋。甚好，李兄，咱们2个就切磋切磋，点到为止即可。李成锦就把考验的结果告诉了自家娘子。如果小妹对他有意思，那倒是可以交往着试试看，如果没有意思，只当咱们是自己自作多情了。那人下午做了不少月饼，这不是快到中秋佳节了，所以拿来送给大人尝个鲜。秦志有心了，只要大人喜欢吃，我们这点微末心意也就值了。这些都是月饼吗？是的，我家夫人祖上曾是前朝御厨，这些都是前朝宫廷传下来的秘方，多为宫中妃嫔所喜爱，做工复杂，味道也好，大人不妨尝尝。原来如此，秦志，你家夫人真是心灵手巧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月饼。秦志，我这有件事情想与你商量，过几天京城要来几个钦差大人，主要视察东明府到东州府一带的河务，顺便呢也要参加咱们的月圆诗会，回去以后也好禀报给圣上。来的几个钦差大臣不是很好伺候，对于吃食安排方面我也是发愁的很。这几人一个是京城本土人士，一个是川城一带，还有一个来自江南水乡，3人地方不同，饮食习惯更为不同，我这也是愁得很，不知怎么安排。既然大人看重，我们自当遵从。听说月圆诗会每年用的糕点
都是一口酥的，不知今年可否给我们一个小机会，展示一下我们做的糕点。毕竟年年都吃那些，想必人们也都吃腻了。今年换个新口味，说不定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秦志，你就是不说，今年这用糕点之事也不会用一口酥家的了。我查了往年的账单，这一口酥家不是个老山分的。既然你提出来，今年要用的糕点正好全都由你们负责。到时候啊，我会派师爷同你们商量，都要用到什么糕点，用多少。今年就全交给你们家打理了。如若这差事办得好啊，以后每年自然不用说，都由你们家承办。多谢大人厚爱，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做到最好，绝不辜负大人的期望。娘子，我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过几天京城会来3个钦差大人，在松阳县停留几天，到时候他们的吃食还有糕点都会由你负责。而且从今年开始，以后月圆诗会每年要用的糕点都由我们全权承包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明天于大人的师爷方信会过来同你商讨具体事宜。方师爷一路辛苦，喝口茶。李夫人真是心灵手巧，我来的目的想必李公子也跟您说了。已经说过了。方师爷可否告知一下3位钦差大人的籍贯年龄，最好能够知晓其口味喜好，越详细越好。3位钦差大人还有3天到达本县。主使潘大人今年30有4，京城人士，深受圣上信任。副使江大人川城人，30左右，喜食辣。另一位副使范大人年约27、8，江南人士，曾是状元出身，口味自然会清淡一些。李夫人看看都需要什么，我也好早早让人做些准备。3位大人虽然分主妇，可每一个我们都要照顾到，哪一个都得罪不起。我先研究一下菜单，以及要用到的糕点，不能太奢侈，也不能过于寒酸。明天我就把菜单列出来，给方师爷送过去。麻烦李夫人了。惠姨，咱们今天呢是第1天试营业，生意就这么好，这马上就到中秋节了，生意只会更好，不会差的。我感觉这2个人肯定是不够用，不如再找2个踏实能干的。签了契约书，用上1个月的短工，等过了中秋节以后，这生意肯定会受点影响，不过肯定是不会太差的。那就按照欢欢你说的做，一会儿啊，我就去找以前相熟的人，只要品行信得过的，用上1个月短工。还有烤炉子啊，也要多买上几个，这店中的那些怕是不够用的，再联系几个篾匠，定做一批小竹篮子，到时候呢，我们还要推出高档一些的。第2日，方信便早早的派人过来接。见过于夫人。李夫人不必客气，这几天就要辛苦你了，快来坐下。梅香，赶紧上茶。多谢于夫人。李夫人不光长得漂亮，这手啊更是巧。你做的那些月饼，每一种口味我都喜欢的不得了。前阵子通判夫人来做客，直夸你做的月饼好吃，还说有机会让我给她多送一些过去呢。能得各位夫人的喜欢，真是荣幸之至。来之前我做了几样上不得台面的小甜品，给于夫人尝个鲜。这个糕点看起来好新奇啊，圆圈圈从未见过，这汤中里面又是什么？于夫人，这是用牛乳和蜜汁杏做成的，杏子呢是夏天的时候经过蜜汁的手法封存，比蜜饯要好吃，但是又保留着新鲜的果肉的口感，您尝尝。李公子真是好福气，能娶到李夫人这么心灵手巧的女子，这东西我以前在东州府的时候都没见过，更别说吃过。都是一些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小玩意儿，于夫人要是喜欢吃，以后我常常给您送，您可不要嫌弃我烦才是啊。看你说的，能有好吃的，哪里还能嫌你烦？恨不得天天日日盼着你过来。于夫人笑得花枝乱颤，这是第1次见面，她对于随欢的印象就非常好，拉着她2人说了许久的话。粗茶淡饭不值一提，各位大人喜欢就好。3位钦差大人对菜色都挺满意的，特别是主食，每样都兴致勃勃尝了一点，不管是爱吃什么的，都觉得做得很不错。3位钦差大人又一同到县城走了走，算是体察民情。稻香斋，这糕点铺子名字取得不错，味道真香啊，怪不得如此多的人争先进入。这个曲奇饼干跟我们中午吃的倒是相似，闻起来味道也一样。我与这糕点铺子的掌柜有些交情，他家祖上乃是前朝御厨，家传的手艺很是不错，所以就请了他过来给几位大人做吃食。转眼匆匆数天已过，马上就是月圆诗会的日子。欢哥，阿弟，你最近去了哪儿了？我精心给你准备的药丸药囊你也不来拿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找了好几个人打听，他们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。哎，欢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只是家中有急事回去了一趟，刚一回来我就立马来找你了。你肚子疼最近还有没有犯过？没有了，欢哥，上次给我喝的水真神奇，不光不会肚子疼，我感觉整个身体都比以前好了。这次回去我母妃说我能吃了不少。这瓶是我做的解毒丸，非常珍贵，可以保命的，你要记得随身带着啊。这药囊也做好了，
给你拿着。好，欢哥送我的东西，我一定天天带着，绝对不会离身。这时间怎么不去书院？我父王和母妃跟我一起来了，所以我告了1天假陪他们。明天开始要举行月圆诗会，书院里又要放假2天。确实是要好好陪他们，这好不容易来一趟。我这里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，这些月饼就送给你爹娘尝尝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母妃最喜欢吃糕点了，欢哥，你送这些她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欢哥，我能不能带乌鸦哥出去玩1天？嘿，大哥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啊？最近回了一趟东州府，我也想你了呢。你我兄弟之间不用这么客气，带走他吧，想去哪儿都行。老爷，这花里有毒，我闻了一下，只觉得头昏脑胀。现在啊，恶心的紧。老爷，夫人，饶命啊！我们姐妹3个只是乡下的花农罢了，可不敢在花里面下毒，都是现摘的，里面那些粉末都只是花粉，不是毒。老爷，我好难受啊！我觉得现在喘不上气了，脑子晕乎乎的，还憋得难受。把这3个人通通给我带回去，严加审问，看到底是谁指使他们下毒的。饶命啊！我们没有下毒害人，这花我们已经卖了许多了，求大老爷放过我们，我们真的只是卖花的花农。香味虽烈，可也不至于到有毒的地步。难道是花粉过敏？可这发作的也太快了吧！小丫头，你这医术看来还是不到家呀。这妇人虽对这花粉过敏，可也不太严重，她这是中毒了。中毒？这妇人身上有一股天罗七星叶的味道，这种叶子有微毒，长时间闻身体会变弱，而且对各种花都会过敏，严重的小命不保。不过她时间尚短，吃1颗解毒丸就没事了。慢着，你们还没有查清楚事实之前，怎可冤枉这3个孩子？这花没有毒，只是这花粉香味浓郁。你家夫人应该是体质比较弱，对这种花粉过敏了而已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你说花粉过敏就是过敏吗？我怎么知道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？这是用我们家祖传秘方制成的解毒丹，可解百毒，吃下去之后的一盏茶功夫，你这症状就能消失了。